上一期我们体验了手机拍片录音神器森海塞尔 Memory Mic， 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，大家基本上都选对了，就是 B， 是 Memory Mic 录制的声音。至于满意与否 ，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6.5分，来自微博的130位网友给出平均分5.8分。好吧，索尼 Xperia XZ2P 原价5589元，趴出3075块6毛，回血55.03%，暂列啪啪回血榜第56位。索尼 Xperia XZ3 原价5298元，趴出4054块2毛，回血76.52%。暂列啪啪回血榜第38位。网友 LXZ7O 他问我们微博评分在哪里？当然是在微博了。网友 Mr. 梁萨玛他发现技术比设备重要。哎，同学，你晓不晓得 Testway 摄影3要素？女后期好看，女后期好看，女后期好看。另外，对这些朋友提出严肃批评。说好了不充电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倔强呢？真的好感谢哟 ，Thank you。关于 Kindle， 我们曾经在2016年体验过当时的旗舰机型 Kindle OSS，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考古第81期结合观看。本期让我们接地气儿，体验一下新 Kindle Paperwhite 值不值得买啊？对了，设置里可以关掉锁屏广告哟。所谓新的 Kindle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屏幕变成了纯屏，不清楚是为了翻页时的手感，还是为了防水，毕竟不用担心进水了。不愧是盖泡面界的扛把子。有很多人会觉得纯屏设计容易刮花屏幕，所以我在购买时特意没有买保护套，其实就是想看看到底会不会花。我经常顺手就丢进包里，是的，丢进去。从实际体验上来说，这块电子墨水屏并没有那么娇贵。除了屏幕，外观基本没啥变化，手感变轻了些，依然可以单手握持。屏幕分辨率还行，把字体调整为紧凑，也依旧能看清每一个字。不过我才不愿意在这么小的屏幕上阅读这么小的字，所以我喜欢调整到标准大小。打开背光灯，哇，真有种纸在发光的错觉。背光均匀，没有原来的 Kindle 那种一块黄一块白的通病。这次的 Kindle 屏幕背光略微偏冷，也不像手机那样刺眼，阅读起来更像在阅读一张白纸。除此之外，不管过了多少年 ，Kindle 也还是那个 Kindle。而我发现，我之所以会购买它，其实源自于一些错觉。错觉一，我可以把书架装进口袋。当我阅读有趣的需要前后翻阅的书籍时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纸质书，因为我与它的交互是立体的。不管是 iPad 还是墨水屏，都是一块板子，一个平面。从实际体验上来讲，有一种我的书被降维打击的错觉，来回滑动点击跳转，难受的要死。我看书喜欢前后翻阅对比，思考作者留下的伏笔。阅读纸质书可以做到开头和结尾同时存在，但是使用 Kindle 的阅读却只能是线性的。对，线性的阅读或许才适合 Kindle， 而恰好这部分书我可能没有必要购买实体纸质书，因为很有可能我读过一次就放在书架上，再也不会打开。所以倒不如把它们变成电子版的，省出来的空间不如多放一些值得来回翻阅的。这个时候 Kindle 的小巧的优势才得以体现。我并不能将整个书架都塞到 Kindle 里，但我可以把一部分书放进我的口袋。对，小巧，放进包包里，这听着似乎就是为了外出准备的，所以这也是造成我第二错觉的原因。错觉二，在旅途中我可以用 Kindle 打发时间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这两件事儿我往往只顾得上做一件，要么就是窝在房间里读读书，要么就是轻装简行。出门玩时哪里顾得上读书？多看看，多走走，我更愿意创造点机会和陌生人聊天，而不是一个人闷在角落里看书。出行总是短暂的，我很少能看完一整本书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带一本轻巧的又很好玩的纸质书，标题一定要大，这样说不定旅途中同样看过这本书的人会以此为契机向你搭讪。与人交流才是我出行的目的。想静静读书，我又何必在旅途中？我不会试图在旅途中携带与使用 Kindle， 因为有更好的或者更适合的方式去打发我的时间。Kindle 其实不是最好的选择。错觉三，
有了阅读灯，我就可以在被窝里偷偷看书了。阅读灯在生活中的作用绝对不止于此。首先是不影响他人休息，夜晚中只需要亮起一盏微弱的台灯，并且开启阅读灯。昏暗的环境下，即使开启阅读灯，也不会像手机屏幕那样刺眼，有一种发光的玻璃片盖在纸质书上的感觉，灯光并不会直射到我的眼睛里。其次，如果我短暂的离开灯，周围环境光的变化其实会打断我的阅读，这个时候阅读灯的作用才体现出来，它使我在昏暗的环境中偶尔变换位置走动，也能清楚地看见内容。错觉4，有了 Kindle 我就可以读很多的书了耶。但其实 Kindle 并不能培养我阅读习惯，相反，它是延续我阅读习惯的设备。原来我必须要在书桌前开一盏灯阅读，而如今我得以将阅读延展到其他场景里。但前提是我喜欢读书，可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各种各样，或许书还真不一定是最主要的。该玩游戏的还是得玩游戏，该看视频的还是得看视频。好好看书，想一想上一次打开书是什么时候。不过 Kindle 确实有一点很棒，我可以直接在商城里搜索，点击购买，扫码支付，这本书可以立刻出现。购买书籍的门槛很低，当然我每次只购买一本，囤太多书反而不想点开看。看书的时候也会根据你的阅读速度，在左下角显示你读完这本书需要多久。纸质书的读书进度可以直观地体现在每一次翻页里。但不得不说，我更喜欢这种类似倒计时的表达方式。原来我以为读书是很花时间的事情，但如今或许只是下班后到睡觉前的时间，我就能看完一本书。新 Kindle Paperwhite 4 Testv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7分，官方售价998元，值不值得买呢？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买了 Kindle 的，另一种是即将买 Kindle 的。如果你已经有了 Kindle Paperwhite， 只要还能用，其实没有必要换，这就是个黑白阅读器。夸张一点说，这玩意儿和计算器是一样的。你家里的计算器好多年换一次啦。如果你还没有 Kindle， 那么就买吧，拓展你阅读的场景和内容。至于买哪一个，相信我，如果你已经在工作，有一定经济条件，那么 OSS 是最好的选择。虽然这一个官方保护套的价格就约等于一个入门版的 Kindle， 但是它带来的质感更接近书，不管是更大的屏幕还是单手握持时的感受。相反，如果你是学生党 Paperwhite 4吧，毕竟这只是一个换了壳的 OSS。不过说到底 ，Kindle 值不值得买，有3个关键因素很重要。第一，喜欢看书；第二，喜欢看书；第三，喜欢看书。你老爸是不是爱吃牛肉？你二姨是不是爱吃辣的？你三叔是不是爱吃凤梨酥？你小侄子是不是爱吃饼干？哎，不用愁 ，Testvay 年货季都帮你准备好了，还有高达125%中奖率的大奖，回家过个好年。什么呀？淘宝搜索店铺 Testvay 新寻宝，自己去看呢。今天啪啪啪怕什么呢？怕的就是这一个小米8手机。有需要的朋友们，23块3起啪，淘宝搜索 Testvay 新寻宝已经开始了。好，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年货季哈，从12月21号到1月20号这段期间，我们都在搞年货哈，里面有新的赠品，有很多零食，还可以抽大奖，一定要进我们的 Testvay 寻宝店去看一看，总有一款适合你哈，买来送你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。而且这段时间每周5晚上8点到11点，我们都会在 B 站545189搞直播哈，有直播福利，还有很多欢乐带给大家，嘿嘿。最后淘宝评论上一个电视啊，那个网网号叫 J 兰斯洛特说，年货果然很重，东西也多，杯子和坐垫也棒哈。本来想拿杯子去公司用的，反而有点舍不得了。对于吃零食少的人来说，零食几乎是1年份的，还有火锅和香肠。对于一个贵州人来说，这简直是未来的大福利。给87076677点个赞，我要上电视，我要中奖。这位小伙伴，那个不是坐垫，是全红的大鼠标垫哈。还有祝你2019年好运连连，中奖哈。
Test V，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